我乱走居然还可以被我找到三角点，我也太佩服我自己。这个 F51哈是单座的，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F5F， 就是双座的。这个深度哈至少有3-4层楼高哈。哎呦，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派出所的建筑形式嘛。我们保密局就动用了1万多人，在12月28号那一天晚上摸黑上来，那一早就将陆库的居民全数把他逮捕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Rick。那这几天刚好清明年假嘛，所以我就有时间回来汐止了。那既然回来呢，还是要来拍一下我们汐止这边的踏查影片嘛。那今天要带大家来认识哪里呢？横科、白云里。那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叫做福山里，是横科里下方的福山里。那过去呢被称为南港大坑。在1895年的时候，这边有发生过一个以陈秋菊为首动军的抗日事件。那我后方这个庙叫做福山岩，就代表我们福山里的整个一个历史上面的象征的。那待会会从这个地方作为我的起点，那接下来会往东边那边上去然后途经呢白袍湖，再到气定路，那到气定路之后呢，去看白云派出所，终点呢就是陆库啦。那今天的整个行程加起来也是会超过18公里左右啦，所以呢话不多说，我们就出发吧。这个匾额上面写着显应庙那赶紧先搞这个周厨也是天应周厨，那刚好遇到我们总干事，跟他请教了一下我们这位祖师爷呢叫显应祖师啦台语念这种显应周书其实我们福山里这边经过我跟一些我们这边住在这边的一些大哥聊天发现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腔调啦都带一点泉州腔了所以这个显应祖师呢我不知道了，各位朋友如果知道可以帮我解惑一下，会不会是专属于泉州的其实这边还有一个三角点就在这个我后面这个山上面这个三角点应该就是在这个上面那要从这个地方走了。那前面这个就是民权路那我猜测是从这个地方走。这边有一个阶梯，应该是从这边上去吧。没有，这个是庙的后面那个。好，谢谢。他说这个三角点从来没有人来走过，不过唯一可以上去就这一条路而已你看那边有路，我看看，因为它海拔只有50而已对。往右边吧。我刚才看那个登山地图，它整个指标是乱的。这是人家的墓园哇，这规模还蛮大的。其实我是在乱走不知道找得到还找不到嘞。对，哎呀，哇，天哪！其实我们应该是到了啦，硬穿过来，看到了，在这边。哎呀，真是的，这个三角点。福山三角点，那我现在海拔是54对，不太好走，因为没有人走，所以说没有路径我刚才是硬把它穿过那些丛林过来的。这个地方是没办法从这边上来的啦，因为这是人家的后面的屋顶嘛，对，所以呢，我还是要循着原路回去。不过应该是有别条路比较好走。这边有路对我刚才居然穿越那个丛林，对，你看都有登山布条好。哇，你看这边就有泥土路了啦！我乱走居然还可以被我找到三角点，我也太佩服我自己。我刚才是从那边进来的。
好，下来了。原来就在这个地方啦！哎呀，真是的，因为没有那个路口标示。这个是福山岩嘛？那你从这个地方下来呢，马上在这个左侧就有一条小径可以上去，非常好走吼，大概上去不到5分钟就到了。那我居然是从人家的私人土地这样上去，难怪人家觉得很怀疑，怎么会从那边走？好，那下一站带大家去白云国小，左边是民权路，哦，要去福山岩的话，也可以走这个阶梯哦，哦，前面就是白云国小了。我稍早来的时候是骑 U bike 啦，所以我就停在这个地方，白云国小。那为什么要带大家来看这个白云国小呢？因为里面有一架 F51战斗机哦。这学校有开放时间哈，因为今天是假日哈，所以它是开放到9点，平常也是可以进来的，不过到7点它门就关起来了哦。中正号。哇，这个很特别吧？很少那个小学校园里头会放那个战斗机的哦。他们说要从这个角度来拍最好看。这个 F51战斗机呢，其实是有2款嘛，哈，那另外一款是 F 的，哈，是双座的。然后这个是在美元的那个年代，哈，跟应算是中美合作，对，一起生产的这个战斗机。其实这个 F51哈，在我们的国军里面哈，服役的非常的久哦，好像是在到2024年的时候哈，才正式全部退役哦，哦。白云国小校园里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算是装置艺术吧。你看，那个学校还会特别设立一个历史的解说啊，台湾福尔摩沙，这个往屏东265公里，鹅銮鼻灯塔，这个就是那个高雄的85大楼了。那左边呢，这个就是红毛城。台中，对，路思义教堂101，然后远方呢就是中正纪念堂。在白云国小，我在网络上有找到一张旧照片哦，那是在战后，应该是在1969年的时候所新建的一个新的学校。不过大家知道吗？这个白云国小最早它的校本部是在晚一点我们会去的地方叫13分分教场。是属于戏子公学校啦。那随着时代的变迁呢，然后后来才在这边又设立了一所学校。不过当初为白云国小分校，校本部是在那里。那后来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吧，应该1984年的时候就2个学校就交换了，那这边成为本校，那边成为分校。不过分校的部分就被称为碧云国小。后来那边人越来越少然后随着我们的那个石碇路那边那边的聚落就逐渐的没落嘛。那于是那边就把它废校。这是横科派出所，不过呢，我想带大家去看一个土地公庙，很特别。在这个地方要右转，这个叫做龙泉宫土地公庙。早期那个龙泉宫土地公庙，据说就是在现在这个幼稚园这个位置，往这边直走就可以到龙泉宫喽。这龙泉宫现在看起来非常有规模是由我们那个福山里前里长陈里长他们斥资募资新建的先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外观，它分上下2层，这个下方呢为第2代，然后第3代是在上面要走楼梯上去，往这边上去。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最早的土地公庙的样式，不过我有点怀疑啦，因为我们认知的土地公庙应该不是像这样的一个形式都是用那种石板片拼凑起来的。上一次我来的时候，我有问我们那个福山里的前里长陈里长他是说这个最早是在原来我们那个应该是刚刚看到那个幼稚园那个位置嘛，然后后来就把它移错安错到这个地方来接下来资金越来越多就拓建嘛就于是就把它在上面又盖了一个
新的土地公庙，看起来非常的有规模哈，不太像是福德宫的感觉。来跟各位介绍我们的土地公哦。那后面比较大尊的不是圆尊哦，最早的土地公是在前方那个这个就是圆尊小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的脸感觉很花，然后戴的帽子跟我们现在看到右侧的这个员外帽是不一样的他戴的说是宰相帽。然后这部分呢，我在翠也发表了一篇文章因为我也是搞不清楚这个为什么这土地公的脸是花的。那在翠上面网友是跟我回答，我觉得他也蛮有研究的。他说这样的土地公算是石彩然后是彩绘上去的。那因为经过时代的久远嘛脸就会逐渐就化掉而不是真正所谓的花脸土地公嘛那这部分我也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说是戴宰相帽的土地公跟戴员外帽的那个土地公差异是在宰相帽的土地公算是官职地位比较高。在我们台湾也有戴宰相帽的土地公其实也蛮多的啦那福山里就先介绍到这边，接下来我要往白袍湖的方向去了这边有一条溪其实是一条圳沟啦，给各位看一下你看这个圳沟，这个圳沟呢叫做大坑溪不过他们当地人还是把它称为横科溪。这个大坑溪的圳沟呢，其实也是相当有历史早期我们这边都是那种当初泉州人嘛来这边屯垦的，所以当然会挖一条灌溉用的圳沟前面就是民权路了啦那边就是白云国小，我们要右转。前面的岔路我们要右转走横科路那左前方就是南港山新北市消防局横科分队，从这边进去呢也可以到南港山那我们要继续往这边走，这上方呢就是高速公路的联络道了啦从这个地方开始计算到白袍湖应该是3.6公里，还蛮远的。这边都是一些厂房。那其实，在地图上其实没有横科溪主要有2条溪而已啦四分溪跟大坑溪嘛这个叫做横科溪分洪隧道入水口，哇，好特别！你看架高，然后从这个地方进去，上面这一条就是所谓的北二高啦，其实正确来讲叫做国3号道。前面就要左转了，这个是一个洗车场了左边很明显的看到一个哨所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哨所在这边呢？因为这边过去是联勤的兵工营那这个兵工营也叫做弹药营那这个白袍湖其实应该是在3年前就有来拍过一次我那时候拍的不是很好，那也了解不到那么多。那在去年我也发表了在 IG 上面一支短片，然后有一个在这边服役过的一个网友来这边留言说，这边曾经有发生过一个弹药库爆炸案，然后还损失了我们2名国军弟兄那其实我们这边联勤的弹药营早就裁撤掉了然后上方的那个白袍湖现在是钓客们的最爱。对了，要跟各位补充一件事就是说在2年前我有拍一个南港山嘛，那时候我就在影片里头询问大家说，这个横科这个地名到底是不是由文史资料上面写的那样子这个资料上面是写说当初在清乾隆年间有一个中系商人嘛，他带了一群人从基隆河登岸，然后徒步来到我们这边，那来到大坑溪前面的时候，就发现有一棵柯仔树横躺在我们大坑溪上面，那于是这些人就踏过这个柯仔树来到我们大坑这个地方屯垦所以后面的人就为了纪念这棵柯仔树，就把它命名为横柯。我个人认为是说，柯这个可能不是指的是柯仔树，应该可以念成花 K K 就是台语的发音嘛。就是前阵子啦，我在网络上找到一篇翁佳音老师他讲的横柯这个典故他的看法跟我有点相近这个 K 啦，就有可能在汉人认知里头我会把它念成坑。所以横柯也有可能可以把它念成花 K 这个是一般汉人普遍对于溪横在你前面那个溪的一种认知所以他也是认为这个柯可能指的不是柯仔树。这个沿途都有一些指标越到里面越幽静前面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像是银色的一个建筑，这栋建筑呢也是经过整修过的啦这个就是弹药库我本来以为是房舍，结果不是那个就是存放弹药的一个仓库。好，前面又有2个哨所，这个哨所的后方呢又有一个弹修线
这才是真正他们士官兵住的房舍。好，那左边这边也是哈，对，以前的营区。其实这个产权哈，应该也是属于我们联勤单位的哦。对，我是不知道啦。然后持续一直往上走，就是属于私人土地了。好，然后右边这一间呢，看起来比较现代化，其实也是早期那种士官兵营舍所改造的啦。哈，我的左边那边也有一个弹修线哦。好，来到这边就是看到私人的住宅了，哈，应该是已经脱离营区的范围了。好，我们到了路口了，哦，这边有很明显的一条路，就在这个白色车子的后方。我们要从这边进去，哦，我们要进来了。大家如果要来的话，我强力推荐一定要穿登山鞋或雨鞋。你看，就像这样子。好，不过这几天也一直在下雨。好，那很多人会骑摩托车进来啦，不过我觉得骑摩托车也蛮危险的，应该也是很容易打滑。除非你骑那种越野车。好，那这边有很多条可以到湖的那个入口处。好，对，这个是都人家雕刻印把它走出来的。哦，那我们继续往前走。这边有很明显的三岔路口，那右边呢就是可以到湖边的。好。然后左边呢，据说可以到1湖、2湖了哈。不过我今天不可能走到那里，那我继续往这边前进。那个路很难走啊。这边有一台摩托车哦。一般来讲，我都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平台，哇，漂亮！就这里。好。白袍湖，其实我来了很多次哈，像这样的平台好像不多，只有这个地方才有。我发现还是有人在玩那个立桨划船呢。对啊，哈，不过它已经结束营业了哈。来跟各位讲一下这个白袍湖的由来好了啦。这个白袍湖呢，哈，原来这边没有湖哈，那是因为我们在北二高在新建过程当中哈。就是那个工程废土把它堆积在这个北二高的那个下方就是靠近那个 Costco 那边的土地上面嘛，然后就堆积在那里之后，因为这边有一个下寮溪会经过，应该就是下寮溪的水慢慢就衍射起来，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面积的堰塞湖。有网友跟我留言是说这个深度至少有3-4层楼高下面插满了木头，据说还有一个土地公庙。那我查的那个旧地图其实这边从头至今都没有一个湖泊啊。也连那个小皮塘都没有，所以为什么会叫做白袍湖呢？那我去查一些细致的文史资料是说，在汉人认知里头，山凹地区也会把它称为湖，这个感觉也是还蛮牵强的。对啊，一般来讲，山凹地区在汉人认知都会把它称为坑嘛，不会称为湖。这个白袍湖，就我自己在查阅一些资料的经验而言，我是觉得应该白袍湖这3个字应该原住民语发音的啦。那到底是哪一族语呢？我本来一开始是认为是那个庞阿奇峡，后来我就从那个五堵区公所去查到一个文史资料是说早期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黎族，就是上次我在那个内湖的踏查影片里头有聊到黎族，这边是一个黎族社的生活领域，所以这个白袍湖应该是黎族啊。不过这个黎族在什么时候就消失了？其实在很早在19世纪初的时候因为大批的汉人来到这边屯垦之后黎族人就渐渐的就消失了土地就卖的卖人就逃的逃，后来就变成属于汉人的天地了，所以这个也无从考据的啦总之呢，我都认为这个白袍湖就不是湖了然后还有一个在这边服役过的一个网友是说他曾经跳下去救一个在这边开怪手的一个工人把工人救上来之后，那怪手也没办法把他捞起来啊，所以于是呢，这个湖里面还沉睡了一个50吨的怪手好，白袍湖在这边就先告一段落，我们要往气定路那这边去了可能要从这边走了好，刚才在山下看到那个进沟就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嘛这个是它的源头。那接下来呢，我就应该要走这个原始的山径这边有登山布条据说要到气定路还蛮远的
你看这种路啊，如果你没有穿胶鞋或登山鞋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哦，有一个登山布条。我们刚才是从横科过来的，哦，往右边走的话，什么树木克基石，哦，往这边下去。可是我不去找基石了，那有可能要继续往这边走。哎呦，哎呦，这是什么？我居然看到，应该是蓝腹鹇的，因为蓝腹鹇的尾巴是一条白色的，哇，好酷哦！想不到我们这边戏子上面有蓝腹鹇呢，天哪，那不是在海拔很高的地方才会出现的吗？出乎意料哎。这个有山友前辈他们所拉的绳索，对。这地方要往下了，好，要爬上去了，又出现了岔路了。对，很显然的，左边好像比较好走哎，那我走左边好了。没错，要走左边。好，不过好像也不尽然那么好走。你看，下面就是整个斜下去的滑坡。哇，好漂亮的步道啊！到了，耶！西定路，这边有一个缺口。好，那我要找一下是往上还是往下。出来之后要继续往上哦。如果从刚刚那个缺口出来哈，一直到那个白云派出所哈，大概1公里哦。这条西定路哈，应该是最早的古道哈。当初我们那个山下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一定是先有这种古道。最早期的那个13分庄哈，就设在这里嘛。所以这边当初是非常多的很繁荣的一个茶农聚落。那后来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如此幽静呢？哈，在历史上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鹿窟事件嘛。这个鹿窟事件呢，好像是发生在1951年，就于是的茶园就荒废啊，聚落就整个消散掉。那这个影响之巨呢，还影响到整个戏子的茶叶。过去那个戏子茶什么包种茶，是名闻遐迩的哦。前面出现那个岔路哦，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条路可以到哪里。好，这条路呢一直下去就是东势里啦。那如果不走白袍湖，
我刚才走那条山径哦，也是可以开车哦，从这个地方上来。这个也有社区巴士可以搭哈 ，F903哈，这个社区巴士都是免费的。左前方这座佛寺呢，就是白云寺。这白云寺其实是非常的豪华哦，不过它不是像一般的佛寺哦。来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大门哦，你看它这个门是锁起来的哦，一般人是不能进去的啦哦。上面写一个许姓宗祠哦。那关于这个许家人，我找不到资料哦。你看，应该也是以前的大地主啊，我的猜测啦。那为什么会称为白云寺？因为这边就是白云里啊，对呀、啊。好，过去是13分钟。哦，马上就看到一个楼梯，可以往这边上去。你看有一个解说牌，好，白云派出所。这个白云派出所是后来的名称啦，哈。啊，漂亮的建筑物哦。这是以前的旧门柱，哈。先给各位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升旗台，大家都会忽略掉这个，哦。这边上面以前会插一根旗杆，哈。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以前派出所的一个建筑形式嘛。然后呢，这上面中间这2扇窗的中间以前有一个警徽哦，河管，哦，河管指的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哦。然后这边是洋馆，哦，这个解说牌哦是由李乾朗哦，他其实有出了一本书哦，就是关于那个日时代建筑物的书了，那一本我有买。那这边有写说台湾警察时报所刊载的照片，其实我找不到。很多人也找不到哦，所以原来的那个照片呢是长什么样子，其实大家也都不知道。那这个河管的部分呢，河管都是用木造的嘛，所以长久以来就会腐蚀腐烂掉了，所以整个就崩塌了嘛。然后这边有一个瓷砖，据说这边就是以前的浴室，还有一个浴缸。然后这个地方有可能是以前的灶咖吧。这边有一个应该是蓄水池之类的，这边有一个巡佐宿舍哦，这边有画了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样子哦。哇，其实上面那些木架哦，应该都是后来再复原的了哦。2个气窗，再加上2个长条窗哦，可以想象过去是一个非常典雅的一个建筑。这白云派出所我有查的资料是说，它在1920年所新建的13分警察官立派出所。不过呢，最早是为13分出张所啦。那出张所跟派出所差异是，出张所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据点而已啦。好，这个是以日文来理解的。为什么日治时代的时候会在这边设立了一个派出所在这里？因为这边它是刚好是南港石碇跟汐止之间的交通要道。然后在1895年的时候，这边有发生过南港大坑的抗日事件。那个抗日事件是由成纠局为首的动军。那在日本领台之后呢，当然要对这些的抗日分子做一个管理嘛，所以在这个很重要的地点设立了驻在所。不过也有可能这边过去是以前的装役场，然后原来的那个出张所是在往下1公里处的那个聚落的地方。那来聊一下为什么这边会称为13分庄。这个13分呢，是清代就有的名称哦。这边过去是采樟的大本营嘛，然后清代要收那个樟脑税啊，怎么收呢？就是以10个脑寮为1份，这样就抽税啊，总共有13分嘛，就把它称为13分。这个名称跟我们那个大虎过去叫14分皮是一样的道理。后来到了战后，我们这个白云派出所就被国民政府给接收了，所以一度就是真的成为我们警察会进驻在这边的派出所。所以为什么会成为白云派出所？白云里其实是战后才设立新的一个行政辖区。那我们这边同时也有一个白云国小在旁边嘛。后来就到了1952年发生了陆户事件嘛，于是呢原来我们这边的聚落随着历史的变迁就慢慢人越来越少。就在民国6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派出所就裁撤掉啊。那裁撤掉之后，这些房舍呢就留给我们白云国小的员工当做宿舍使用。然后接着下来就是我们白云国小就废校了，跟着我们这个员工宿舍也就荒废掉，那一度就淹没在这个荒野蔓草之中。直到了1992年就被民众提报，当时的台北县政府就把它通过成为一个历史建筑。好，告别了白云派出所，我们要接下来要去鹿窟了。这个雨越下越大。
这个地方就是白云国小了，哦，已经废校了。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大门，哦，这个就是以前昔日白云国小的大门了啦，哦。这一群山友，据说好像走很远，然后就开车上来接他们。我觉得不跑一下可能会真的会拖太久哎。这边有个岔路，这边到哪里了？基定路380巷。哦，对了，说以前的聚落就是往这边下去，那不过去，我们继续往这边走。我们那个 YouTube 哈，死鸡踏茶的一个大前辈哦，Tony 老师哈，他的推测是说，以前那个13分庄一场是在380巷进去那个小聚落啊。不过我看法跟他有点不太一样。刚刚那个白云派出所也许才是真正庄一场的位置，住在所应该这边当时就有一个了。这个白云里哈，说是终年白云缭绕哈，故名为白云里。我现在真的有那种感觉。但是海拔270耶，哎，怎么那么高？这边有一个路标指示，文山茶庄13分山1.6可以，让我们这边上去哦。这个以后找机会再来挑战。我跟这边的在地人包括比较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大概70、80岁的一些大哥大姐他们聊他们其实后来都不敢进到这个鹿窟这边来，可见那个鹿窟事件在他们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阴影这边也有一条岔路可以往下，我们要继续往这边走。前面就是鹿窟事件纪念碑，这边刚好是介于石碇跟汐止的界限上面的先带大家去看那个光明寺就是昔日的蔡庙鹿窟事件纪念碑。这边有做了一个候车亭那往左边上去呢就是光明寺现在是为光明禅寺我们这个光明寺跟鹿窟事件是息息相关的啦。我还以为是结果这个还不是。其实这条也是一个产业道路啦可以走到那个康靠垦海拔433，起雾了，光明禅寺到了，进去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大水池，这个水池呢？是不是很早以前就有了？我是不知道了。那鹿窟的窟搞不好指的就是这个水池这个水窟，那气氛非常好，还好有上来，不虚此行。这样看来，我可能不下去鹿窟世界纪念碑那边了这个就是正殿的位置了很抱歉，我很贸然给他进去，那我们会师姐说这边是禁止摄影的。那首先来跟各位介绍这个我们光明寺的前身。那个光明寺是建于1913年，当时为朝营布教所。那台湾人习惯把这边称为蔡庙，那布教所就相当于佛寺的意思了那蔡庙就是食财收斋斋堂的意思。像我们的进修禅寺以前也是蔡庙。那为什么说这个光明寺跟鹿窟事件有息息相关呢？这个就要讲到鹿窟事件发生的原因了。其实讲到这个鹿窟事件，就一定要先讲到1947年发生的228事件嘛。当时以陈仪为首的国民政府来之后，就对于我们台湾人施以暴行嘛。然后一群，也就是我们称为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那套用我们现在的惯用语，我们可以把它称为 KOL， 因为这些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叫做武装保卫队。所谓的武装保卫队，就是会带着枪械来嘛。他们是想要把这边当作对抗陈仪的暴行的一个基地啦。那不幸呢，在1952年这个消息就走漏了，于是呢，我们保密局就动用了1万多人从汐止、南港
长石碇这边在12月28号那一天晚上就摸黑上来，那一早呢就将这边鹿窟的居民全数把他逮捕起来。这些鹿窟居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啊，只是无辜牵连到而已了。那最可怜是把这些鹿窟的居民全部关在当时的所谓的菜庙里头的厢房，厢房是很小据说一个厢房里头要挤50-60个人。于是呢，他们用非常不人道的手法把一个一个人拖出来，逼他们自白，让他们承认他们是武装保卫队的一员。那不明就里的鹿窟居民就在那种很恐怖的刑求之下就一个一个怎么招供啊什么的。后来经过那么多年，我们在检视这个鹿窟事件的时候，就发现当时他们国民政府在对于鹿窟居民这些施予不人道的手段，其实是违反国际条约的鹿窟事件我也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白色恐怖的一个开端。那后来就长达了大概有将近40年的白色恐怖时期嘛。然后鹿窟事件是在这个白色恐怖时期里头最严重的一个事件。好，那告别了光明禅寺，然后往这边走。这边走的话，可以到水源路那边，然后下去到细科站了。这边过去就是石碇了。看一下现在是12.2K。那刚才算一下距离，如果我这边一直下去走水源路到细科站是6.5K 了。不过应该不会一直到细科站，中间到了好像是什么社区就有 U-bike 可以骑了。突然间雨就这样停下来，真好。这是一个景观台，那前面出现了2条路，然后右边是可以到秦境路了就是大尖山步道的方向。那等一下我要往左边下去水源路，趁这个走水源路下山的这个路上跟各位聊一下啦。在上一支影片里头，我有讲到我不是一个专业的文史老师嘛，所以我每次在做踏查影片之前，我都要花很长时间整理资料当然会有点拖更所以大家请多包涵不过我即使再怎么准备，我的资料还是会出现一些错误我最近发现我在网络一些公开资讯可以查得到的有时候跟我后来再去查那个文献居然有出入我举一个例子，我一开始去的那个福山岩嘛，最早那个文献居然讲说拜的是观音庙，你看就差异就很大。然后还有那个横科这个地名的由来还有白袍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还是要来谢谢我们黄家荣老师。那另外有一个老师我必须要提的就是叶伯强老师因为我最近常常跟他有联络关于花莲这些照片还有一些史迹他也超级厉害的。那接下来我就不再做记录了啦我要一路慢慢走下去。那如果喜欢我这一集的影片的话就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如果想要知道我花莲生活动态后3日的话，就发我来一句想要知道说我近期有什么状况就去追踪我的 Threads。很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运动愉快，天天平安，健康快乐。我是 Eric，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这个叫做忠烈堂这个是由我们李时成先生他赐词所建的那个忠烈祠呢，就一定要讲到那个陈秋菊为首动军的抗日事件那就是发生在1895乙未战争的开端嘛。然后后来好像有99个抗日的英勇战士，分别就是阵亡嘛那据说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这一条康靠溪。